到 Costco 採購，大家最愛買的食材有哪些？大分量食材買回家怎麼保存？怎麼分裝才能讓後續料理更快速？今天我們到 Costco 把最受歡迎、料理方式最多的鮭魚、牛肉、去骨雞腿排、最新上架的大成嫩雞胸，以及各種色彩蔬菜都買回來。滿滿一桌分量有夠多，今天我們要利用這些食材，一次變出9道美味料理，還要告訴你分裝冷凍的保存技巧，讓你要煮的時候更方便，天天輕鬆下廚。一起到 Costco 買菜去吧 ，Go！ 看下去之前，還沒訂閱的朋友記得先訂閱，並開啟小鈴鐺哦。每次到 Costco 必買這個大塊的鮭魚排，沒什麼刺，非常好吃。分量很大，怕吃不完嗎？只要分裝的好，就能輕鬆變化多種料理哦。買回來第一件事，千萬不要直接塞冷凍。今天教大家一魚三切的絕招，把這塊巨無霸分成前、中、尾，讓你後續料理更快速。首先，我們把鮭魚排切成3大段，中段肉質最肥美，厚度最均勻。這部分我們要拿來做頂級魚排。前段比較厚實，但厚薄不一，適合切塊利用。尾段最薄，剛好可以做成香噴噴的魚鬆。看看這中段的油花，真的太漂亮了。我們把它切成約2到3公分寬的魚排。切好的魚排要用廚房紙巾把魚排表面的水分徹底擦乾。接着在魚肉表面塗抹一層薄薄的橄欖油，這層油可以像保護膜一樣鎖住水分，讓魚肉在冷凍過程中依然保持濕潤度。分裝的時候，請大家捨棄保鮮膜，改用鋁箔紙。鋁箔紙導熱效果極佳，不但可以加速冷凍，鎖住鮮味，退冰速度也比一般包裝快，而且更不容易產生滲水現象，是維持鮭魚肉質完美的秘密武器。分裝的魚排貼上標籤，放進保鮮袋冷凍保存，這樣可以保存2個月都 OK。來做一道超澎湃的香煎鮭魚排配奶油馬鈴薯。平底鍋加一點點油，把預先退冰好的鮭魚排直接下鍋。煎魚的同時，我們利用鍋邊的空間，把預先蒸熟的馬鈴薯塊放進來，再丟進1塊奶油，讓馬鈴薯在鍋裡煎到2面金黃，吸滿鮭魚跟奶油的香氣。魚排煎到快要熟透時，剪2段新鮮迷迭香放進去，香氣瞬間讓廚房變成高級西餐廳。把魚排煎到2面金黃就可以盛盤啦。一份優質的蛋白質，加上原型澱粉馬鈴薯，一盤既健康又滿足，大家一定要試試看。接着處理前段，這部分肉雖然厚，但形狀比較不規則，我們把它切成1到2公分左右的魚塊。切塊的鮭魚塊放入保鮮袋，加入一點橄欖油，均勻包裹魚塊。油脂可以讓魚塊水分不易散失，維持魚肉濕潤度。擠掉保鮮袋內空氣，把魚塊鋪平後，放入冷凍庫保存即可。這種魚塊最適合拿來煮味噌湯，鮭魚的油脂融入湯頭，真的超鮮甜。教大家一個不用熬高湯就能煮出鮮美鮭魚味噌湯的方法。首先把鮭魚塊直接下鍋，不用額外加油，鮭魚本身就會釋放出健康的魚油。稍微煎一下，把油脂逼出來，接着加入洋蔥末。洋蔥炒香變軟後，會跟魚油融合出濃郁的底味。香氣出來後，直接倒入熱水，再加入薄薄的白蘿蔔片。湯滾了之後，加一點米酒去腥，再加一點味醂來帶出自然的甘甜感。重點來了，味噌千萬不要一開始就丟進去煮，先用小碗把味噌化開，等到起鍋前再把味噌倒入鍋中，等湯頭再次微滾後關火，這樣才能保留味噌最原始的豆香味。這一碗鮭魚味噌湯，滿滿的魚肉跟蘿蔔，湯頭鮮美又營養，10分鐘就能完成這道暖心料理。最後是比較薄的尾段，這裡是做魚絞肉的最佳素材。先切成細長條，再把魚肉切碎，像這樣把它切得碎碎的，拿來炒飯就會很香很好吃哦。切碎的鮭魚肉做成魚鬆來保存，直接下鍋不用多加油，炒熟後放涼，裝入保鮮袋，保鮮袋上貼標籤標注，再放入冰箱冷凍保存。已經炒熟的魚鬆用來炒飯很方便，下班回家想快速上菜，準備雞蛋、隔夜飯、洋蔥末、冷凍的熟鮭魚鬆，先炒蛋盛起備用。接着洋蔥末炒軟後，加入隔夜飯，飯稍微炒鬆後，把鮭魚鬆、炒蛋加進來一起翻炒。鮭魚鬆不需要退冰，冷凍直接加進來炒就可以。最後加入醬油、味醂拌炒均勻，起鍋前再撒入蔥末炒勻，炒飯就完成了。香噴噴鮭魚炒飯，5分鐘美味上桌。
把1200元的鮭魚排分裝完畢，總共可以吃個5到6餐都沒問題。透過分裝與預處理，大分量食材更好運用，做菜更省錢省時哦。每次去 Costco 看到大包的美國特選嫩煎里脊真空包，價格便宜很多，但對着那一大塊肉，又不知道該從何下手嗎？只要學會分切與保存的方法，這塊肉能讓你同時擁有頂級牛排、骰子牛跟火鍋肉片哦。Costco 大包裝牛肉自己處理其實很簡單，先把真空包剪開，同時準備好廚房紙巾，用紙巾把肉塊表面的血水輕輕按壓擦乾。處理原肉塊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保持乾燥，這樣後續保存才不容易變質，切的時候也比較不會滑手。接着開始進行關鍵的一步，修除筋膜。這塊肉表層有厚厚的油脂跟筋膜，這就是口感不好的來源。拿一把利一點的刀子，把刀尖先插入肉跟筋膜的交界處，一手拉起筋膜，刀刃沿着筋膜平平的劃過去。處理的時候不必心急，慢慢割，注意安全，不要割到手哦。這樣就可以把整片筋膜割下來了。這些切下來的油脂跟筋膜千萬別丟，油脂可以加熱煉成牛油，炒菜超級香。帶肉的筋膜可以切成小塊，收集起來拿來燉牛肉蔬菜湯或滷牛肉，軟 Q 的口感會讓你驚豔哦。分切牛肉到最後會有一些較細碎的小肉塊，這些肉片最適合用來炒菜。把炒肉片切割下來的筋膜與牛油用烘焙紙包起來，貼上標籤標示，再裝到保鮮袋裡冷凍保存，可以保存2個月。整塊肉修乾淨後，跟鮭魚一樣，把肉塊分前、中、後3段。中段是整塊肉油花分布最均勻、最精華的部分，這段適合做成厚切牛排，厚度建議大約是2根手指寬，厚度夠，料理時能把肉汁鎖在裡面，煎烤都美味。切好的牛排，我們用鋁箔紙來分裝，鋁箔紙有更好的導熱效果，可以加速冷凍，要退冰的時候也能更快速，更不容易出水。把牛排一片片個別包起來，再一起裝到保鮮袋裡。要吃的時候，想吃多少拿多少，更保鮮。自己在家做厚切牛排也很簡單，牛肉退冰至室溫程度再煎，熱鍋後下牛排，兩面各煎1分鐘。把牛排夾起來放到烤盤，進烤箱烤5分鐘。等待的時間，把蒜片加入剛才煎肉的鍋內，將蒜片跟牛油一起炒香。牛排烤好出爐啦，先放盤子靜置10分鐘，切開看看，烤得剛剛好。教大家做個簡易的牛排蘸醬，把蒜頭、市售黑胡椒醬、味淋、醬油、料理酒一起放入調理機攪打一下，牛排蘸醬就完成了，很簡單吧？擺盤一下，這盤牛排就是大菜，你也可以是餐廳大廚。接下來這一段油花比較漂亮的部分，把它切成1口大小的骰子肉塊，這種帶油花的部位煎起來最香了。切好的牛骰子肉塊裝到保鮮袋保存。裝袋後，我們加進一點點橄欖油抓勻，這樣可以形成保護層，保持肉質濕潤。接着把保鮮袋擠出空氣，肉塊鋪平後放入冷凍庫保存。骰子牛只要下鍋煎一下就好吃，上菜超快。鍋子裡放一塊奶油，加入蒜末、洋蔥末炒香，接着放入骰子牛肉塊，30秒先煎一面，然後再翻面續煎30秒，把骰子肉塊4面都煎得有點焦香就可以起鍋。醬汁都淋上去，這盤真的好香，讓人食指大動啊！最後一段牛肉，我們要處理成薄片。嫩煎里脊有一條比較明顯的筋在中間，切薄片最能克服這個口感。教大家一個小撇步，切片前可以先把肉放進冷凍庫急凍1小時，讓肉稍微變硬一點，就能把肉切得更薄更漂亮。不管是煮火鍋還是做燒烤肉片，切薄一點口感才好哦。切好的牛肉片，我們要來煮一道白菜牛肉千層鍋。把白菜、洋蔥切塊，白蘿蔔削薄片，然後上架，把白菜、洋蔥、蘿蔔跟牛肉片一層層疊在一起，再整齊排入鍋子裡。排好的千層鍋看起來超美。千層鍋中間放入鴻喜菇，加入高湯，開火煮滾，一口吃下，滿滿蔬菜清甜味，還有鮮嫩牛肉香，不必多調味，原味就鮮甜無比。這道真的是不必技巧，絕對不會失敗的絕品料理。學會了原塊牛肉的拆解分裝，以後去 Costco 就可以放心買下去，更好吃的口感跟更省錢的餐桌，值得。
Costco 的雞胸肉、雞腿排都是這樣一袋袋包裝。這次我們買的義活雞去骨清雞腿，肉質軟嫩鮮甜，煮湯煎炒都很好吃。只需要用剪刀沿着中間的密封線剪開，每次想吃的時候取一袋就好，其他的直接放入冷凍庫保存即可，非常便利。接着我們要用雞腿排做2道料理，新手也會做的照燒雞腿排。去骨清雞腿一袋裡面有3片去骨雞腿，雞腿整隻不必切，放入碗裡，倒入秘傳燒肉醬，再加入蒜片、新鮮迷迭香，全部抓勻，醃製20分鐘。準備醃好的雞腿，平底鍋熱油後，雞腿排皮朝下放入平底鍋，小火煎5分鐘至皮變金黃，翻面把整個雞腿排煎熟。起鍋前把醃雞腿的醃料加入，雞腿更增香入味。這道秒殺香煎雞腿排真的好好吃。雞腿排煮香菇雞湯更是湯鮮肉嫩。取一袋雞腿排，把雞腿排切大塊，準備切好的雞腿肉、薑片、蒜頭、米酒泡軟乾香菇。薑片、蒜頭爆香後，雞腿入鍋，先把雞皮煎香，加入米酒，把雞腿肉炒至半熟，接着將香菇連香菇水一起加入，倒入熱水，雞湯煮滾後，小火燉煮20分鐘，最後加入鹽巴調味，香菇雞湯就完成了。一組雞腿排，一袋拿來煎，一袋拿來煮湯，冰箱還剩下2袋隨時備用。這種個別包裝的食材，簡單調味就能變換出完全不同的料理，真的是忙碌上班族的救星。Costco 最近新上架這款大成原味嫩雞胸，打開包裝，一大袋裡面有6片舒肥嫩雞胸。這個雞胸是熟食，可以直接吃。今天我們要用它做一道超簡單的高蛋白嫩雞沙拉。嫩雞胸放入烤箱烤3分鐘，增加一點烤過焦化的口感與香氣。烤好的雞胸肉切塊，放到沙拉上就完成了，有夠簡單。搭配巴薩米克醋就超美味哦。剩下的嫩雞胸放原包裝袋，冷凍保存即可，一點都不麻煩。你看，今天滿滿一桌豐富的菜色，料理方法都超簡單，新手也能輕鬆完成。Costco 買食材價格比其他地方便宜，但分量很多，買回家分裝可以保鮮更久外，還可以輕鬆組合，快速料理上菜。跟着蛙家一起做常備菜分裝，每天回家30分鐘上菜絕對 OK。想看更多食材保鮮、快速料理的方法嗎？鎖定蛙家每週3更新，給你更多生活 ideas。親愛的蛙粉們，下次再見嘍！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分享，歡迎點擊下方超級感謝，用行動支持我們做更多實用的影片，也能追蹤 IG 獲得更多靈感哦。最後記得鎖定蛙家每週3更新，我們下週見，拜拜。